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今天的4位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3个月了，我也能感觉到他是喜欢我的，可是他好像不愿意将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了。我的底线屡屡被触碰，你根本不懂我，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对我有太多的偏见，我觉得他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我。再这样下去，我的热情也将消磨殆尽。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谈风月不谈现实的小女孩了，我现在想要的是一份踏实和稳定。我不想猜测，更没有时间和你玩感情游戏。你就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真的很委屈。他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但我接受不了啃老的妈宝男。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孙先生37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叶女士42岁，来自辽宁，个体，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是您想来的对吧？是，我跟我女朋友呢已经相处了三四个月了，基本上都是聚少离多，因为本身我们是异地恋，都是靠电话去沟通。我想让她呢多来上我家里这边来见一见，来聊一聊，但是每次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她都是在拒绝或者往外推我。我先问问啊，42、30，有过婚姻吗？之前？对，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哦，有孩子吗？有宝宝。孩子跟谁？跟他父亲。跟父亲啊。什么时候离异的呀？有5、6年了。您呢？我也是离异。有宝宝吗？有。跟妈妈还是跟您？现在跟我。男孩女孩？女孩。那你们异地怎么认识的呀？我之前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他的老婆呢是做美业的。多我觉得都不够自己用的，而且呢，他还有很典型的啃老，所有的事情都去指望他父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是指我父母的。他有的时候他不跟我沟通，很少给我就是说有机会说让我去沟通我自己这方面的事儿，也很少跟我讲他这些事儿。他只是非常片面的认为我是如何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您现在住哪儿啊？我现在是暂时跟我父母在一起住，但是我有自己的房子。我跟他说了，如果说我们在一起的房子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想住你那个老房子，我跟你说了，我说我想要一套新的房子，因为我认为老房子里面随时都能想到他和他前妻那个身影。但是我觉得房子这个事儿吧，有它就是有，对吧？它老与旧的都无所谓啊。而且的话，如果我也跟你说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房子有我跟我前妻的这个记忆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房子翻新呐，全部重新装修啊，对吧？这样的话，它就是一套新房了呀。重新装修，主持人，重新装修，你问他有钱装修吗？不是，您问您答就行，我就不问了。你有钱装修吗？我问你，你所就是说的装修，你回答我的很理直气壮，你告诉我说啊，我父母拿钱装修呗。是啊，你父母给你拿钱装修，所有的装修风格，包括材料，什么家具啊、家电呐，都要按照你父母喜欢的风格去装。就这点小事儿，
主持人他都做不了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确实我没有能力去装修这个钱，我没有这个支付这个能力。那我父母做主，他给我出钱，他做主不也很正常吗？那你看我父母要求的是这种中式的装修，中式它也分这个新中式，对吧？新中式的装修的，我想它这个本身，我就拦您一句啊，您说，您不是要娶她吗？是啊，那这房子的风格不是得你们俩喜欢吗？你父母喜欢有啥用？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父母出钱，他总得有一定的话语权吧。他是有话语权，所以这就是他说你啃老吗？那如果说他要是觉得这一点不合适的话，那你愿意等我2、3年吗？我们俩一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了呀。你看，这不就问题吗？行，这事儿我明白了，就是女生觉得男生不够独立，换而言之，经济基础不是那么好，对，是吧？嗯。来，你刚才说到了一个，他不给你机会走近你、了解你是什么意思？本身我们是这个异地的嘛，唯一的沟通桥梁就是一部电话，但是每次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都是迟迟不回，或者说打电话的时候，基本上拒绝的，打10次有9次是给我拒接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哈，我的工作性质和他不一样，他就是朝9晚5，可以说很清闲。我呢本身是说做个体的，做这个美业的这一块，就是顾客来的时间我掌握不了。就是说什么时候顾客来了呢？然后了，我可能就会忙一会儿。再说了，你给我打电话什么的，那有什么正事儿吗？一点正事儿没有，就是个闲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时间了，我可以给你回；没有时间的话，我肯定是要以工作为主。情侣之间聊天一定要聊正事吗？一定要聊国家大事吗？不是，情侣之间聊天不就是卿卿我我吗？再一个了，你的那个店里不是有3个美容师吗？他们不接待顾客，用你自己亲自上阵吗？高端的顾客肯定要我自己亲自去服务，而且就是说的顾客之间我们是要有客情关系的，需要就是说，后续的一些你不懂，你本身你说你那个工作一天多清闲呢，你不了解我这个工作，所以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在这块去评价。我不了解，你可以给我沟通的机会，对吧？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你根本不给我沟通的机会，你也不让我去了解你，并且你也不愿意更多的了解我。你经常性的打电话你就给我摁了，或者我给你发条信息呢，第2天我再次给你发的时候，上面那条信息你还没有给我回，不就是不喜欢吗？不喜欢你啊！你这成年人还需要人家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喜欢，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想法在里面吧，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回信息的时候对我还是很温柔的。哦，为啥老对人忽冷忽热的呀？我听明白了，这就算忽冷忽热吗？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在我的内心我就认为他就是一个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的那种类型的。你知道吗？为啥呢？因为就是说的，通过这几个月的这个接触，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感觉就是他很不成熟，特别幼稚，依赖父母这块我就特看不惯。我只要提到什么，他都首先想到啊，我问问我父母吧，跟我父母说一说，就是有点典型那种妈宝男的那种性格。所以我不太喜欢，我喜欢比较有主见的，而且就是说，有点责任心、成熟稳重、有担当的，能挑起家庭重担的这样人，我是比较喜欢、欣赏的。除了他跟父母这一块，还有什么觉得这小子不行的？他就是说的身边这个异性这个女闺蜜，走的比较亲近啊。这就是同学而已啊，仅只是朋友而已啊，这怎么能说什么亲近不亲近呢？他顶多就是比普通朋友更好一点的朋友而已。而且我们干干净净，什么事都没有啊！干干净净，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俩正在吃饭呢，可以说我们俩在约会呢。你接到你闺蜜的电话，你马上就走了，还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去给人家去换水管子去了。在我看来的话，你俩的关系就比我亲近。你能把我扔下，你去跟他去给他家换水管子了。你认为你把我放在哪里了？我在你心目中有位置吗？我为什么去给他换水管子了？我们俩第一次吃饭，你在全程，你从进去到那个饭店开始，你就在鼓弄你的电话，鼓弄你的手机，你就一眼都没正眼看我。我们俩聊天，你聊的什么内容？你现在能记住吗？你现在能想起来吗？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外面天气挺凉的，你多穿一点。你说啊行，我吃饱了，那我先走了。你当时在那坐着的时候，你有把一点注意力注意到我的身上了吗？现在就是说的出现这些问题，你把这些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就认为我没做到是吗？都是因为我没有做到，然后呢，导致的你跟你闺蜜走得那么近，导致的你跟你闺蜜2个人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上你们双方的父母。什么意思？因为本身我的这个她所说的闺蜜就是我的同学，我的父母跟她的父母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还要早。
而且那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已经通知过她了，我也邀约过她，因为我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同学呢，她是要带着老公和孩子再加父母一起去的。我说那也行，我说我也带着我父母，包括我的女儿，我说再把我现在的这个女朋友喊着。我喊过她，但是她没有去，她就是说她在忙，她说有客户要接待，她说我去不了。她有老公，你去给她换什么水管子呀？她有老公，换水管子是另外一个呀。你看看主持人，你看看她多少个闺蜜？哦，好，明白了，就是女生在了3、4个月的接触过程当中，发现她没有责任心，啃老也好，妈宝也好，然后她闺蜜还很多，对，是吧？所以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对。没有安全感，不是这怎么能没有安全感呢？我这些事儿我也没有隐瞒你的地方，我都跟你说过，对吧？之前我跟你说了吧，我说我在感情方面我是有洁癖的，是不是？我说了我的男朋友就只能属于我自己一个人，你这个身边这个朋友该放下就放下。我点过你，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还是一意孤行啊，你还是认为你的朋友比我重要啊？那我这个女朋友在你心目中有位置吗？我现在已经跟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了，而且上一次的这个就是跟父母出行这一块，我现在已经跟你当着咱们节目组这面，我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吧？你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事儿呢？行，这事儿咱过这事儿咱过，还有啥看不上的？她和闺蜜之间嘛，这事儿倒是说一起出去玩倒也行。过后她跟我解释了，咱过。但是她那个闺蜜还给她介绍女朋友。这问题是你去看了吗？不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一直想把她介绍给我这些朋友认识，但她一直不来，我的朋友就一直认为我在说谎。这他意思就是我一直是单身，但他就是好心的话帮我去撺弄了这么一个相亲。当时我去之前我是真不知道，等我到那了以后，我才发现多了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些事儿，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呢？你有这些就是不高兴、不开心的地方，我给你发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就行啊。你什么都不跟我说，你也不给我机会，然后你全在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你就主观的这个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们把这事说开不就好了吗？不单单是说闺蜜这方面的事儿，她父母其实也挺看不好我们这一段这个感情的。然后呢，有一次我们俩在通电话的时候，她母亲在那个对面，就是电话那头就说了，说儿子呀，将来呀，咱可得找一个和咱们年纪相仿的啊，咱不找大的，而且要找咱鞍山市内的啊，咱们不找远的。就是你说你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妈妈来说，她肯定希望她的儿子能找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俩接触这3、4个月，我们本身都是二婚，那既然已经接触3、4个月了，我觉得应该把你领回家，让我的父母见一见，看一看。这样的话，至少他在他的印象中不会只是说你比我大几岁。我认为哈，这块你做的就是不到位。你可以跟你母亲沟通啊，对不对？我的什么情况，你可以详细的都跟她说呀。你又没有说做到去开导她，去劝说她，只要我喜欢就行呗。我要跟她生活一辈子，我想听到的是你这句话。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过后放下电话去跟她说这些事儿呢？那难道我一定要在我们通话的过程当中，我去跟我母亲说这些事儿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撂完电话以后我再跟我母亲说的，而且我已经跟她说完了，这些事儿你都不给我机会跟你沟通，你从来都是不听我解释。就是主持人，你会发现他有一点，他一直都这么强势。我跟他相处这3、4个月吧，一直都感觉我像他的那个店里的员工一样。那怎么着呢？就是你看啊，我什么时候去他那要听他的，我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打多长时间要听他的，我去他那应不应该给他带什么东西也要听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以命令的口气来交代我做事情。对啊，这不是说明他没爱上你吗？这不很简单吗？你要纠结这个干嘛呀？就是没爱上嘛。成人之间这些信号足以给你释放出一个东西了，就是快离开吧，我不喜欢你，或者我没有爱上你，或者我们不匹配嘛。问他干嘛呢？纠结在这儿。可是你没爱上我，那你为什么要开始呢？既然你同意了我们去接触，我们去开始，那你现在你没爱上我，你就这么拖着我吗？我懂了，就是你要不喜欢他，你给他个干脆，是这意思吧？我错在哪了，或者我哪一点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努力去更正啊，我可以去改呀。行，我们先把你达不到要求的先回述一下啊。第一，啃老，能力不强，妈宝，对吧？第二，跟有一些异性保持的尺度不清，对吧？第三，你们家人认为他的年龄比你大，让他对走进你们家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这个我总结3条没错吧？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前几天哈，居然带我去参加他前妻的婚礼。这个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当时的时候，主持人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同事结婚，然后我带你去参加婚礼，今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跟我去。然后我这也是这个，我把那个美容院活我都放下扔下了，然后我去跟他参加婚礼去了。结果到那块儿了，我一看，知道那个礼金他随多少吗？礼金居然随了1万，多大方啊！这有什么的？我礼金随1万不很正常？那我参加我前妻婚礼，我多给一点，他最后可能还花到我女儿身上了呢。那我问你来，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是你的普通同事。我如果要是不骗你的话，你能跟我去吗？我要是告诉你说是我前妻的婚礼，你肯定不能答应我跟我去啊。我就想让你跟我去，去了以后你给我撑面，对吧？你既比我前妻漂亮，然后你的工作呢各方面比她好，你赚的也比她多，我觉得这样我很有脸呢，我很有面啊，所以我一定要你去啊。哎呀，那我问你，这1万礼金是从哪儿来的？1万礼金，我确实是在我父母那要的呀。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幼稚、不成熟，而且我接受不了。啊，那个主持人，你说，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不尊重人的一种态度。是。啊，对。带我去参加你前妻的婚礼，你咋想的呢？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啊？不是，当时可能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你要是有这么大的反感的话，那你过后你跟我说呀，你为什么不说？你一定要到这儿来说呢？不是，他说，人家态度不就很明确了，不想跟你处了吗？还没转过这弯来是吧？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说，可能是我是不是哪地方做的你不满意？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呗。哎呀，都说了，你是不是也有这苦恼？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吧，他就是最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挺优秀的，真的没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觉得还行。从这个咱说从这个五官、外貌各方面，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但是了解下来，我确实觉得你真的是没有担当，你真的是就是说的挑不起来家庭的重担。我呢，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我确实是想找一个依靠，但是我觉得你靠不住。这话还不明确吗？那你给我机会，你才知道我能不能靠住啊！你也不给我机会啊！我的天哪！行了，你来了，那就别白来了吧。4位老师帮他点醒一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波红兄来，这是我所听到的第一个前夫哥亲自去参加前妻的婚礼。您的目的是为了向他彰显，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很幸福。对吧？对。你过得好吗？跟你一起去的漂亮的女朋友是你骗去的，谁的1万块钱礼是从自己老年的父母那里讨来的，就从这一件事情你就对他有了本质的了解。你们2个人再继续磨合下去，那是一种折磨，没有必要。你也坦坦荡荡、明明白白说一句，我们不合适。你呢，也在今天这个场合，给自己一个面子，不要从这个门里出来，好吗？你有这么多女闺蜜，如果她们合适的，你不妨去谈一谈。于老师，她的闺蜜太了解她了，没人跟她。这个42岁的漂亮的美容院女老板被她的外表给骗了，以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谈吐还可以嘛。看她女老板自己做生意，她在爱情上她有一颗少女心，被这个人的外表骗了，而闺蜜们都了解她底细，就这么简单。女士，你已经完全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靠谱的人，你来干啥嘛？你走不就完了？你还来干嘛？但是我考虑了，如果他真的能可以为了我改变的话，我给你看看我的小本本上记的啊，你这叫不切实际的期待。怎么了？这活到40多岁了，闺女都长大了，做生意也赚钱，活回去了呢。我们要去找一份爱情，那就是切实际的过日子的情感，风花雪月。图一时快乐，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男士，我怕你对生活是有什么误会吧？你对恋爱我觉得有误会，你不明白什么是恋爱关系。这是你女朋友吗？是啊。我告诉你不是，她不爱你，她跟你坐在一起吃饭就玩手机，她看到你电话来了烦得挂掉，信息长时间不回，离得不远也不愿意见你。这不叫女朋友，这不叫恋爱。
这叫你的一厢情愿。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个误会，他误以为你是青年才俊，你误以为他喜欢上了你。所以看到了是误会，就赶紧解除误会，回归生活的正轨啊，好不好？谢谢严老师，珊娜老师。哎，我给你们另外一个角度和思路啊。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我们所有的人一眼都能看得出来没爱上，然后还来到我们爱宝的舞台呢？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彼此需要。你想啊，这个男人需要女人什么呢？需要给他充面子。那女人需要男人什么呢？需要一个能让我随时当员工发号施令、掌控他的男人。就在外人的面前，你是女强人的形象，独挡一片天地。你真的需要一个能让你依靠的男朋友吗？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你觉得男人靠不住，所以要靠自己嘛，对吧？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位，能够在身边，哎，想起来的时候，来过来，觉得我现在忙了，走吧。你是否能够接受一个不爱你的女人，但是呢，她还需要你？如果你要是能接受，你就不要对人家有那么多的要求；你要不接受的话，就转身走。不要说，哎呀，你给我个机会，给啥机会啊？你还看不明白吗？懂了。为啥找你啊？就是需要。所以明白彼此人生要走什么样的路，找什么样的伴侣，好吧？谢谢。现在男人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要是遇到死缠活缠着、条件不怎么好的，一心想嫁给你的，你会劝他们放开点，放开点，不要那么紧张，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快进入下个阶段。我们要轻轻松松的先恋爱，先加深了解，对吧？遇到条件好的了，你就忽然决定赶快成伴侣，我们得认真点。你想跟我玩，你想跟我轻松的相处，不行，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内心戏嘛。因为姐姐还是足够好，所以弟弟就决定，我用结婚这个方法能不能把你套住？因为我担心跟你处久了以后，你其实还是不要我的。我们都知道他没看上你，你为什么死活不认呢？你刚刚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你如果没有看上我的话，你为什么一早要跟我在一起呢？对不对？说这话你自己不觉得有点害羞吗？你都是离过一茬婚的人，你跟你前妻在一起的时候可认真了，你不还是离婚了吗？感情这事儿，我对你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我就是认真的。跟你相处5分钟，我的这个心已经冷了，我不喜欢你，你还不许我不喜欢啊？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就是有一点就是死缠烂打，就不太好看了。你跟前妻送礼那个事儿，就是实在让人没法替你说一句话。钱从父母借的，女朋友是哄骗着去的，还要叮嘱女朋友专门要打扮好看点，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有排面。最后还来了一句，钱给多也没事儿啊，反正他是花在我女儿身上的。这是情商智商都堪忧，这不只是说他的能力的问题。二婚咱松弛一点，孩子也都有了，咱也不着急再生一个娃，有什么不能慢慢加深了解的？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姑娘成为惊弓之鸟？觉得你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死乞白赖的非得把她立刻拉入婚姻？是有债需要她还呢，还是父母二老需要她养呢，还是你要又干个嘛？他不想成为你的工具人，他想体会的是被一个男人爱，而不是被一个男人利用。你现在有很大的感觉上让我觉得你不爱他，你也不打算了解他，你也不打算尊重他，你就是想把他拉进你的生活里，用来改善改造你的生活。咱不带这样的，拒绝的干脆一点，就此一别两宽。不管哪个年龄，不管因为什么，就是当一段感情来的时候，你只有动了真情，才有可能往前走。所以人家说爱情是可以跨越很多东西的，那个爱情指的是真爱，就是当两个灵魂契合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你的所谓的穷，也许你所谓的荒唐，这个人都不会计较。当两个灵魂还没有合在一起的时候，您把那些东西谈得再花里胡哨都没用，您再优雅
这个容颜保持得再好，你也吸引不了好的男人，因为爱没有到啊。那我觉得就共勉吧，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刚才听了老师们说了这么多，我现在五味杂陈，我也不知道该表白什么。如果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现在可以说。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下去。我觉得彼此认识不容易。其实我对你，其实我在没来这之前，我真的是想过，如果说的你能赚钱养活你自己，哪怕工资说1个月5000以上，可能就是说我也能接受得了，起码你自己能养得挺好。再一个就是说的，你能不能在现场当着我的面把你所有的这个女闺蜜全都删除？第三，还有就是说关于你母亲这块儿，你父母反对的事儿，你能处理明白吗？哎呀，我的天哪！你们都看走眼了，人家也动了真情啊。3个条件能答应吗？答应出来，不答应就别出来。哪3个条件？第一是月入5000，是吧？对，至少。第二是删除所有的女闺蜜。第3个是说服自己的妈妈，那是要娶你是吧？对呀，起码他父母得同意啊。我觉得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能做到就出来，做不到就别出来，行吗？别打肿脸充胖子，可以吗？可以。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恍惚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此刻也看懵了。我的预测男出女不出，我还是寄希望于女生的清醒。这女生3个问题说完，我心都一颤。你以为她不知道她不应该跟女闺蜜那么近吗？你还信她？热恋的时候都那么多女闺蜜，婚后更可怕。别出来啊！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双出。我双不出。哎呀，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人性里面最大的恶是贪。我就突然之间一个瞬间，我明白女生为什么离不开他。她觉得在她经历的、看到过的那些男人里面，也许这一个是最老实的，也许这一个是可被控制的，也许这一个是可被改造的，所以她离不开。男生的想法，米娜老师分析得很好了，已经，对吧？就是需要嘛，长得又好看，对吧？带出去有面儿，收入又不薄，可以。所有的动因全部凑齐了，你们说最终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请开门。我说对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光。来，请亮灯。你帮他开个美容院，然后月薪给他开到5000以上，他就能够满足你其他所有要求了。但是女闺蜜就不用删了，全可以变成女客户。她已经搞完了客情关系。我下去就删。别删，客情关系，客情关系。来，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来，这边。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怎么就不能理解男人间的情谊呢？钻钱眼里去了吗？裸婚我牺牲很大，本以为患难夫妻他会努力兑现承诺，可现在却一个都没有实现过。不是不兑现给他的承诺，只是现在还没达到我心里的富裕程度。他不舍得给我花钱，给朋友却大手大脚，我已经很久没感受过被重视的感觉了。男人现在不拼搏，以后老了一定会后悔。
我更希望她作为一个女人，做好一个贤内助，事业的事儿就不要管了。我只想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想和她一起打肿脸充胖子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邵先生，36岁，来自黑龙江个体；翟女士，37岁，来自黑龙江个体。你好，主持人。欢迎两位哈。今儿妻子要来是吧？是的。来干嘛？其实我们2个人是裸婚走到一起的，从最开始不好的生活，慢慢现在条件好起来了。但是我发现条件好了之后，他就不像之前那样那么坦诚了，而且有些事情就会有所隐瞒。然后我跟他沟通的话，也没有办法沟通。他总说这个隐瞒这个事儿，我想澄清一下，就是我不是说去隐瞒他什么事儿，就每一天，我现在就是一个男人嘛，在外边生活，就做生意什么的，天天晚上回去了之后，不管是你是出去跟朋友吃个饭了。或者是干什么东西都需要回去跟他去汇报一下，就是你不管是干什么去了，都得跟他说这个行程，就他这个意思，说是我去隐瞒的。其实我没有必要，就是说每一件事都回家都需要跟他说。你们结婚多久？结婚快4年了。认识几年？认识将近10年了。哇，认识快10年了。对啊。最开始的时候，本身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大家都可以2个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着来。那为什么现在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就不能沟通了呢？妻子反复强调，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裸婚是吧？对。要没车，没有没房，没彩礼，决定嫁给他是因为。其实当时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压力确实也挺大的。但是他对我做了很多的承诺。我也是看出他这个人。他最开始的时候说：“你放心好了，咱们慢慢日子好了，会给你补办一场婚礼。”但是婚礼没有补办吧？这个婚礼不是说我不给他补办，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是稍微好一点，比我们之前裸婚的时候好很多。但是就是现在吧，因为这个环境影响，办完这个酒席呢，你说有外地这些亲戚朋好友呢，你收不回来这个礼金，你最后有的时候你花出去这些钱收不回来，我感觉犯不上。我觉得你老婆可能也不在意你要不要补那个婚礼，是吧？这是个态度。对，然后他还跟我说，咱们还可以去拍一些写真照啊什么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写真照也没有拍上。他说拍写真照上那个三亚去拍去。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给他承诺过，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如果现在要去的话，你正常这边这个生意还不要了，就是搁这搁置着完，然后去上那边还得花一笔钱，这个费用也不少。你就算不去三亚拍，你就是哪怕在家跟前找一个小树林或者是一个小河边，你拍一套像回事儿似的，也是那么回事儿吧。结果你连提都没提过这个事儿。而且他之前还跟我说过，就是漠河的那个9月份会有北极光嘛，特别美啊，怎么样的？他说只要稍微条件好一点的话，就会带我去看北极光。但是到现在也这么多年了，你说连提也没有提过。你说他这个就这要求吧，你说一个三亚是最南边，一个漠河是最北边。人家不是让你在一天去，好吗？不是说就是一天去。这结婚4年了，恋爱也6年了，你这就有点诡辩了吧，兄弟？就是咱要是去的话，你说现在是生活条件好了，咱自己开车去也行。你正常开车去到那的来回是1000多公里。啊，你正常你回来来回你得花多少钱？是不是得？行，你就反正没兑现承诺，对不对？是，倒是没做。那你这没兑现承诺不就完了吗？老找理由，你看看。对，还答应你什么了？他之前吧，其实还答应了一些，就是说像买一些首饰，买一些首饰。首饰买了吗？首饰这一片腿到了商场就买。不是那个主持人，你看都已经过去2年的事了。这刚开始的时候吧，他答应还跟我说，就是正常给我买一块表，就是5、6万块钱那个表。怎么说呢？现在反正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一直都没兑现这个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我说就别提这个事儿，到时候好一好，然后再去承诺，去做这些事儿。我就认为他就不想在我身上浪费钱，就不像以前那样了。逛个街买个衣服呀什么的，我就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让他帮我看一眼。结果他连看都不看，转身就走了。这个东西你买回来了，但是你得穿吧。
咱别说这个花这个多少钱，你就是花1000块钱买这个一个衣服，买一双鞋，你回来是不是得穿？这个东西就不算贵。但是你如果要是说你花就是100、200那个衣服和裤子、鞋什么的，你买回来了之后，衣柜里边一个衣柜里是你的衣服，2个衣服柜里边是你的衣服，都是便宜的，你穿过一回然后就不穿了，放那儿，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属于就是浪费这个东西？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你花没有必要的钱，是不是？那在你看来的话，你在我身上想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浪费呗？那你说你那些朋友啊，跟你今儿个借3000，明儿借我5000的，然后后天又拿个1万2万的，拿了那么久，到最后的话1分钱也没还回来，你觉着不是浪费？反而呢，你觉着在我身上花钱，你觉着是浪费了是吗？他朋友经常问他借钱吗？说实话，在我们2个人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条件不好的时候，我感觉他身边没有朋友，我也没有看见他有朋友会说是伸手来帮助过我们。那朋友经常问他借钱是吗？会的。你统计过借出去多少了吗？前前后后。他有的他也没有跟我说过，就是都是。你知道的有多少？有的3000，有的5000，可能说今天我借3000。你记过账吗？没有。他借出最大一笔钱有多少？应该也得有2、3万吧。这个东西我借这个钱其实都是人家拿你当朋友去跟你张那个嘴，人肯定是有难处才会跟你俩借这个钱。然后这个钱借完了之后呢，就也不是说都不还，只不过就是有那些可能是人家难关没过去，这个钱就没还上。然后他这就是每一天回家吧，就是一个劲儿就跟我磨叽这个东西，尤其是他喝点酒的时候，他就更能磨叽，就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天天回去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歇会儿。但是他呢，就是一直就是跟我这些事儿就来回说这个事儿。那你觉得说这些钱呢不是打水漂了？那我就想知道，那你那50万不是打水漂了，是干嘛了？什么50万？我们从摆地摊开始一直积攒的这个钱。能存了那不到50。之前嘛，跟我那个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这个就是有一个项目，有用木材边角料去那个做成颗粒代替燃煤，它这个是国家环保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边比较畅销。了解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我们去花了60多购置机器，然后又花了20多去租的一个厂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了解这个行业。但是呢，就是现在通过这个半年多吧，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这个行业了，就是已经去学习了，知道这个东西是国家认可的我们已经都没了嘛。所以老师，你看他到现在了，他还只顾及他那个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把我的家人把我放在心里，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就是我妈住院之后，这不是已经处于负债的情况了。是的。然后他还死放着他认为的那个项目不撒口，还想继续往里投。这个场地费的话，他是每年都要交的，场地费每年要20万。然后他还想就是说，为了谈生意嘛，想再要搞一个门面。我们家那边弄一个，不需要特别大的门面的话，大概5、6万块钱吧。然后还有一笔费用就是什么，他觉着想要面子，然后撑门面，跟人客户谈生意呀，拉着人客户去吃饭呀，干嘛的，想要换一台更好一点的车。我们现在有一台车，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着也够用。但是他还想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要去额外的拿钱去购置一辆车。那买卖赚起来了。那个买卖没赚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现在之前我们摆地摊，后来延续起来，我们又租了一个门市，做这个就是毛巾、浴巾、毯子什么的这些就是床上用品批发。正常的话，我们维持生活一天能进个1000来块钱的账。但是我就是去启动这个产业，就是肯定是比现在这个挣钱。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证件还没下来呢，因为我们得批那个证嘛。证这还有也就是10多天、20多天就差不多能下来，完然后他就给闹这儿来了嘛。所以说他到现在为止的话，他就是在给我画大饼，而且画一个又圆又大的饼。是的，我也听出来了。别说就是我们家里边现在负债多少，但是我感觉我们现在这个面临这个困难也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店儿门脸儿去每一天那个1000多块钱这个，我可以拿这个执照去上银行去做一下贷款，可以做到30多。还有家里边这个住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吧，也可以去到银行做一个贷款，做一个30多。你现在准备倾其所有往这条道上跑是吧？对，因为这个现在是支持的，国家支持代替燃煤，它这个是国家环保的。老婆现在就是害怕你别把我所有的家底儿全给我压进去呗，你过去赔的钱我认了是吧？对，他现在相当于就是把我们这么
这几年的辛辛苦苦的积蓄全都压进去了不说，就包括他刚才说的那套房子，那套房子是我家，就是我的娘家拆迁，我母亲分给我的一套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店确实是每天可以就是有个1000多块钱的收入，而且这个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是想着就是这一个门店的话，我们每天有这些收入，先把自己家亲戚里的这个欠的这些钱先还了，刨去生活费啊什么的，大概有个2、3年就还清了。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再等几年，然后再攒一些积蓄，再干一个大一点门店也好，或者你想做其他的，你再踏实的投资也可以，就没有必要非得说是现在盲目的你直接把这些一下子投进去了。如果因为做买卖嘛，有赔有赚，如果您看好的那个买卖赔了，怎么应对？就是按您现在的规划，不是这个门也要压吗？那个房子也要压吗？就是我们所有的重金都压出去了，这个买卖如果赔了，怎么应？问卷。伯洪兄，一个女人选择裸婚嫁给一个男人，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爱。她敢选择裸婚，是看好这个男人的未来和他们婚姻的未来。我们打拼为了什么？就为了家庭的日子能过得更好。这一切的钱都是你们2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怎么可以自说自话的想投就投，想借就借？你把它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这样的一切，他的失望，我想内心的这种痛苦，甚至他会怀疑当年选择裸婚错了。如果说真的力不从心了，完全可以选择放弃，承认当年自己裸婚错了，就选择离婚嘛。如果他不改，好吗？谢谢伯洪兄，谢谢严老师。女生离婚吧，真的，离开他。你对他太好太温柔了，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已经飘了，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他现在永远觉得我身后有个女人给我兜底儿，他不会离开我。他有底牌呀，我大不了从头再来，家里还有个贤妻，还有个媳妇儿，不嫌我穷，守着我。他特有底气，所以离开他头都不要回。也许不是离婚，但至少先离开。你自己真的是家里放着一块宝，不知道那是宝。你回头想想，你这些年工作赚钱，听老婆的话，跟她一起做生意，就能从裸婚一穷二白到小康之家。不听她的话，乱借给朋友钱，乱投资，现在怎么样？你配得上做现在的生意吗？你有足够的经验吗？你有市场调查吗？你规划的好未来吗？净做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儿，好高骛远的事儿，一定失败。还好意思说我们当时不了解行情吗？不了解你就敢投钱。所以请你脚踏实地回归生活，守住你的心，守住这个家，守住你妻子对你的这份爱。飘太远了就回不来了，人家老拽着那根线拽的也累，放手了。所以赶紧回归吧，还继续投什么投？还敢办房子？你的房子吗？
好，赶快离，趁着没孩子，其他一句废话都不说。这个男人不能要。谢谢明章老师，结论一样啊，结论一样，就这婚真得离，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师刚才说的，然后还有那个主持人老师都说了，就是这我也听进去了。然后就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然后我回去我会跟合作伙伴去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我出人力，他出钱，然后就是把那个股份划分明白了。然后如果再需要投钱的话，我会跟家里边人说，跟我家里人说，去把这个少投点，然后把这个东西继续下去，能做的话，然后希望你还能支持我一段时间，就是支持我，就给我1年时间吧。如果我要就是不行的话，然后我还会就是像以前一样，咱们好好过日子，平平淡淡的，就是去做这个咱们现在这个行业。你看你，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些问题。谢谢两位，请回吧。一错一下，这个妻子真的没有必要再委屈自己了，男出女不出。如果这个男人还有一点点，咱都不说爱了，感恩这么多年这个女人的陪伴，请你别出来，双不出。男出女不出，双别出吧。我刚刚还跟莎娜老师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离婚证在手，天下我有。所以姑娘换证。我们不是要撺掇着人家家庭不和谐，是因为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没有任何的爱，有的完全是一个男性对一个热爱他的女性或者挚爱他女性的无度的索取，索取之后的挥霍。哎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